你知道吗？潜意识正在操控你的人生，而你却称其为命运。然而，当潜意识被呈现，命运就会被改写。潜意识是连接人的内心与外在世界的桥梁，它是内在的因决定了外在的果。要了解这个逻辑，就要知道什么是潜意识。它是我们心理活动中已经发生的意识，但你却无法感知它的存在。那么潜意识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说我们人类的一生都会完全被它所左右呢？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这个影片有点长，建议你耐心看完，因为这个视频很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说到意识，很多人都会想起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著名冰山理论。该理论指出，如果把人的心理活动比作大海中的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山尖就是意识。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主观判断，也就是自我。而沉在水下庞大的山体则可以统称为潜意识，你可以理解为欲望，也就是本我。它不受主观意识的控制，但是影响人类思想、情绪以及行为，甚至决定我们人生走向的往往就是潜意识。它是埋藏在意识表层下的事物，负责让我们如何悲伤，如何快乐。虽然我们感觉不到，但它却时刻都在影响着你我的整个人生。不知你是否曾听说过吸引力法则？为什么有些人就有强大的气场？为什么有些人仅仅看着就让人感觉特别舒服？但同样，为什么有些人就会让人心生厌烦呢？没错，这其实就是潜意识中能量层级的一种外在体现。在很久以前，科学家就已经提出万物的本质是能量。特斯拉也曾经说过，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能量频率与振动来解释。要知道，我们可见世界的所有物质都是由微观旋转的粒子所组成的，而这些粒子都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当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潮汐河流旁，看到成千上万只萤火虫聚集在红树林中同步闪烁，当夏日上万只蟋蟀在田间齐声鸣叫，当大海中的鱼群分散又重新组合等等，正如这些现象所暗示的一样，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遵循着某种特定的频率。大自然似乎在利用各种可能的渠道，使得它的振子相互交流，从而才呈现出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当然，最神奇的莫过于人类的意识。建立在原子层面的物质，通过神经元一系列的化学反应，最终竟神奇地产生了超脱于物质的精神世界，所以也就有了意识能量这个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在听不同歌曲的时候，会表现出兴奋或者悲伤的情绪，这正是由于音乐所产生的音频波段导致。同样的道理，潜意识也存在着不同的频率，这种频率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正能量与负能量。比如你潜意识里想成为世界首富，注意是潜意识，那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但是潜意识也同样存在着负能量，如果我们不去注意的话，它很可能会控制我们的生活，并像毒瘤一样污染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举个现实中的例子，你是否曾莫名其妙的就对某人感到恼火，毫无理由的就对某事感到排斥，但事后你却发现，真正让你恼火的却并不是此人或者此事，这些在冥冥之中可以控制和支配我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的现象，便是潜意识强大力量的体现。既然潜意识如此强大，那它从何而来？而我们又该如何去控制它呢？其实，潜意识根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是我们对过去的感知和理解，它隐藏在人类的脑海最深处。当你发现对某件事的反应很不理性，但却总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你向前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潜意识在作祟。我们95%的人生都来自潜意识中的那些程序，每天只有大约5%的生活是你有意识创造的。每个人的前7年都是催眠下载模式，生命的95%都来自于潜意识程序。我们如何生活都来自于7岁之前的程序。这就是为什么穷人保持贫穷，富人保持富有的原因。因为7岁以下的孩子的频率比意识的振动更低，因为前7年是编程期，之后你生命的95%将根据这个程序展开。这是一个扎心的真相。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行为、反应和做出的决定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通过我们潜意识自动运行的结果。正如布鲁斯·利普顿博士所说，我们正在无意识地度过一生，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并做出了不符合父母期望的行为时，不认可就开始了。这会让孩子感受到不被爱、不快乐、内疚等一系列的强烈情绪。这些强烈的情绪会被潜意识记录下来，然后孩子本能地学会了改变自己的行为去赢得认可。他们会像父母一样去思考，像他们一样去行事，并最终像他们一样去相信。在社会学习方面，我们的大脑实际上会奖励我们模仿别人的做法，最终孩子也会被编程顺从，成为和其他人一样。所以人从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影响我们如何思考、做什么、如何创造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大脑最喜欢寻求和平、轻松、认可和同步性。我们最大的不幸就是，这个社会或外部世界往往更感兴趣的是告诉我们思考什么，而不是如何思考。我们没有学会质疑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冥冥之中，这会导致一种不快乐的感觉。因为你遵循的是别人想要你做的，而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么我们如何识别这些潜意识程序呢？首先，任何导致我们以情绪做出反应的都是一个程序。这些程序驻留在潜意识层面，他们对生活的反应比我们有意识的头脑可以处理得更快。换句话说，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本质上通常是自动的，而不是有意识的。但你同样可以使用你自身的编程机制来重新创造你的生活。
你只需要有意识地输入新程序来代替任何阻碍你成功的旧程序。利普顿博士再次解释了如何重新编程潜意识。潜意识编程有2种方式，一种是催眠，一种是重复，以及7岁之前和之后的2种对应方式。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重复。如果你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你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那你就需要一直重复。我很快乐，我很快乐，直到你真的相信你很快乐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会慢慢接受这个现实，然后这个程序就会反馈到你的生活中。这个方式很简单也很难，因为你的自我怀疑可能会打败你，但是你也要明白，信念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强大到可以治愈疾病。当你真的明白这一切并开始实施时，你的整个生活就会以剧烈和动态的方式改变。你将开始轻松毫不费力地实现梦想。这就是潜意识编程技术，这是一个非常强大和神奇的技术，它能让你从根上破局，扭转人生轨迹，摆脱人生困境。很多隐秘的高手都在使用这个强大的技术。如果你也想掌握这个技术，用它来改善人生，那么我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视频看完。这条免费的视频给你提供的价值可能超过某些大师几千几万的课程，只有缘分到了，你才能真正看懂。如果你陷入人生困境，对现状很不满意，你有没有深度思考过造成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要说你运气不好，家庭出身不好，大环境不好，个人能力不足，项目选择失误等等，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因，这些都叫缘。我敢保证99%的人没有听说过我下面的这套解释。我尝试用一句话讲明白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没能马上理解，就多听几遍。一旦能够悟透，你就会立刻走出困境。人生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整个人被你的大脑控制俘虏了。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要你是处于被大脑控制的状态，你整个人就是无意识的，没有觉醒的，你会完全受大脑指挥，你的大脑会不受控制的自运转，会对一切人、事、物进行2元对立的分析评判，就会不停地驱使你做出他认为对的、趋利避害的事情，不停地让你做出防卫和攻击，会不停地记录你的经历、认知、经验，早早晚晚会形成你的潜意识业力系统。大脑的这几个特点会让你内在滋生出一整套根深蒂固的限制性信念体系，滋生出很多扭曲真相。反应过度的情绪会让你陷入不停的空耗，低频振动的负能量频道会让你形成大量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恶业习气。正是这一堆的东西共同作用下，迫使你长期采取一系列远离真理、真相的错误决定和行动。你自己是无法看到自身的局限性，但是这个局限性一直在起作用，最终造成了你在现实世界陷入了困境。
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自由自主的，但实际上都是被操控的，都是命中注定的。可以说，你内在的这一套运作机制和流程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其他的都是引发恶果的恶缘而已。要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因的作用占90%，缘的作用只占10%。这套运作机制和流程不是存在于某一部分人身上，是全人类共有的，只不过那些圣人天赋异禀，有意或者无意地打破了他的束缚，而凡夫俗子一辈子困在里面而已。千百年来，无数的人通过儒释道三家孜孜不倦的修行，为了什么？说到底，为的就是打破我们每个人体内这套运作机制和流程，扫除阻碍我们潜能发挥的障碍，活出生命的自由意志，让人生更加富足、智慧、健康、幸福、圆满、丰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单是你理解了这一个真相，你的智慧就能超越99%的人。既然了解了这个真相，那么重点来了，怎么从根上破局，扭转人生轨迹，不再让生命下坠和迷茫？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经，答案是你要掌握一个非常厉害的能力——潜意识编程技术。什么叫潜意识编程技术？就是用意识觉知摆脱大脑控制，把大脑认知、经验、恶业、习气彻底清零，重新编写一套正确的信念系统，通过大量刻意的练习植入大脑潜意识里。也就是说，这个技术总共分为3个步骤：一是清理，2是编写，3是植入。像佛陀、王阳明、六祖慧能以及历代的大德高僧，之前他们也是很平庸的，后来为了活出生命的自由意志，以向死而生的精神自我解剖，内在换了一套新系统，才开始成为圣人的。我们凡夫俗子也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和方法。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人体就是一台计算机，你可以重装一套功能更强大的软件系统，逆天改命，活出你命运的最高上限。如果你生活陷入了困境，一定是宇宙在提醒你，该换一套更牛的内在系统了。我以困扰很多人的金钱财富为例子，来说明一下怎么操作这个潜意识编程技术。第一步，要清理出你对金钱财富的限制性信念，就是系统里的病毒清理、垃圾清理。最常见的阻碍我们富足的潜意识信念有这么几个，比如说，我们家很穷，我很怕失去，我很焦虑，未来我很着急赚钱，我没有本金，客户也不好找，我能力也不行。如果你说我的生活确实如此，你叫我怎么改？骗自己吗？这不是骗是换。你现在的生活就是由这套信念系统创造出来的，互为因果，想跳出循环就得换。第二步，拿起纸和笔，编写出正向正确的财富信念，一条一条地对峙你的那些落后的、阻碍的、限制性的财富信念。比如，
你要对峙我对赚钱很着急，这个信念你就写下。如果我暂时还没有赚到钱，我会抓住这个时期重新塑造我的内在工程，建设一个更加高级的灵魂，规划出我人生的整体作战地图，绝不浪费我的生命。第3步，通过长期的反复抄写、默念、诵读、分享、实践，植入你的大脑潜意识。你必须具备对自己全然负责的态度，担当的精神，为了保持生命状态的上扬，而不再下坠和迷茫，为了清理旧有的限制性信念和能量频率，植入更强大的信念系统和能量频率，把这些新的信念每天用心抄写，每天在心里重复，怕记不住，每天睡前再收听2遍。你每天至少要去做一件跟这些信念指引的事情，直到你能创造财富的奇迹为止。有缘人，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你相信什么，你内在有什么样的信念系统和能量频率，就一定会活出什么样的现实世界。我相信，即使我把话说得这么清楚直白，还是会有很多人质疑，不相信。其实他们只是活在自己的业力的惯性中，不相信世界的真理，不相信内心的力量而已。如果你还在犹豫、质疑、迷茫，就想想那些向死而生、自我革新、大彻大悟的先贤圣人、大德高僧们，我们连他们的1/1000都学不到吗？其实，我们的古圣先贤很早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王阳明，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潜意识编程大师，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就是对于潜意识一个非常好的妙用。良知2个字来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是孟子尽心章句上写的文章。孟子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这是人的天性与本能，是人性当中本自具足的。这里面的良知是王阳明表达的类似潜意识层面的意识，即当你升起了一个念头还没有察觉时，便有潜意识进行了善恶的判断和分别，这也是真正的知行合一。王阳明有说，知事行之始，行事之之成。知行不再是一个先后的顺序，也不是简单的说你知道的要去做到，要去实践出来，而你做到的要知道，而是说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比如你看到了一个孩子掉入井中，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是想冲上去把孩子救出来？不管这是不是你的孩子，不管你认不认识孩子的父母，在你看到孩子掉下去的同时，你就升起了一个念头。那么这个念头升起来的同时，你就跑出去救他了。他不需要经过你的大脑思考，这就是你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这就是良知，他知善。再比如你做了一件坏事，别人并不清楚，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你做了这个坏事之后，你会感到内心隐隐不安，睡觉也睡不踏实，心中必有一物，
这就是知善知恶的是非之心。你的恶念一产生，你的行动就告诉你不可为，因为不需要思考的良知告诉你，这就是恶。以上两个比方都是知行合一，在我们内心同时进行的。潜意识在佛学中其实是属于第七识，莫奈识本身是由第六识见闻觉知之后传到第七识，再产生一个忘我的分别。大部分它的分别是虚妄的，因为全是我执合攀缘心下起的虚幻。但是潜意识它本身是不分善恶，善恶具足，因为人的天性本就是追逐幸福和美好，所以王阳明认为在潜意识当中有一个叫良知的东西，它能够自动分辨善恶。知善知恶是良知，就是说人自身有道德体认辨别是非的能力，天性中有向上向善的本能追求，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就是良知的发端。圣人之心便是在潜意识中能为善去恶，把恶一层一层地拿掉，剥离出来。这也是凡夫与圣人的区别。智就是到达、抵达的意思，指无心之良知，讲的是改变潜意识的过程。阳明先生认为，致知就是治无心之良知。致知不是在外界事物上面求知识，致知就是治良知，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心上用功，趋于至善的过程。这个心上用功就是如何去改变我们的潜意识。阳明先生在37岁龙场悟道，他说圣人之道，无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物也。如何改变潜意识？对儒家思想和心学追根溯源的话呢，在上古时代，尧舜禹3位圣贤口口相授的便是16字心法。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一，允直觉中。这16个字讲的是人心高而显，道心幽而妙，用心精纯，专心不二，诚心敬意，笃行中庸之道。人心为微，人心之中常有一个小我，而小我伴随着不明和贪欲，故时常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可以说，每个小我都是自己内心吸引灾难的磁石，每个小我都可能让自己立于危墙之下。道心为微，道心是大我的展现，大我总能走在中道上。中道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过犹不及，唯有纯粹至极，才能行在中庸之道上。神秀法师说时时常俯视，勿使惹尘埃。每个人心中原本拥有光明，只是被不明和私欲所遮蔽。通过打扫内心的污垢与灰尘，恢复清澈良知，才能无心光明，才能依道而行，才不会迷失在小路上。你所拥有的都是你潜意识里面吸引来的，包括累世积累的福报与业力。在潜意识编程中，因为因果法则的关系，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正心与正念，否则你吸引来的再多财富与美好，无论你是否能够承受，也终将因为负面的思想导致反噬。如何才能保持正心正念？
这里主要运用阳明心学远离8颗心的方法。一、傲心。傲慢是最严重的一颗心，我放在第一个位置讲，因为傲心让你自以为是，完全看不清自己，同时也是成长最大的阻碍。但凡人有了傲心，高人不见，众人不爽，殊不知自己已经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二、贪心。贪念一起人就不会知足，他的心会被贪欲抓着跑，从而对身边的人和事充满了抱怨。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不懂得感恩，因为他觉得已经拥有的是他该得到的，他还可以拥有更多更好的。其实他不知道，他已经被贪欲迷昏了头。三、愤心。一个带着愤心的人，最显著的特征是他喜欢忽视掉自己的问题，从对方身上去找原因，身上带着一股巨大的负能量，边上的人也只能唯唯诺诺，大事不成，迁怒于人，结果自己的事情也办不成。四、躁心。社会的贪图享乐，人类的急功近利，就决定了人心是浮躁的。当躁心一起的时候，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内心变成一团乱糟糟的麻球。这个时候，我们表面是在努力，无论去做什么，只会越做离结果越远，越做离真相越远。五、妒心。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嫉妒。嫉妒就像一团烈火，烈火烧起来的时候，既会烧坏自己，也会烧坏你和世界的链接。别人会觉得这个人不可以久处，和你在一起时他会很小心，会把自己隐藏起来，一颗妒心出来，会把你和好友隔离，会把世界隔离。六、怠心。怠心懈怠的不是事情，而是一份责任与担当。我每天已经工作得够辛苦了，不要再给我其他的任务，这个事你可以交给别人做。一份懈怠之心升起的时候，肩膀就软了，我们的那份担当就放下了，而担当不够大，自然成就也不会大。七、忽心。当你用忽视的态度，马马虎虎的态度做事的时候，同时你也是被对方和这个世界所忽视掉的。做事差不多，不认真，不深入，满足于做完了，达标了，而没有去追求争创一流，追求优越。一颗差不多的忽心升起的时候，我们担当不起那份任务，他人对我们就不敢托付。八、吝心。舍不得自己的时间，不肯花费自己的精力，不愿意多付出一些努力，为工作创造额外的价值，这就是吝心，也叫小心眼。以上这8颗心，我们最好在每一次的潜意识编程之前，做一个当天的自我意识反省。我们要把这8颗心当成造业一样来看待，我们才能保持念头的纯净。潜意识编程的显化力量，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重塑我的潜意识。愿你逐步改变对自己的认知，释放自我捆绑的枷锁，从而让你的生活
情感、视野发生全维度的改变。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